太虚哥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郭葬。正当老妖想继续出手之时，彩云仙子现身了。她正是姜太虚当年的红颜知己。彩云仙子一出现，直接对着3个老妖挥动拐杖，打出强大的威压，无数纹络交织，展现出天地秩序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可不是简单的神力，而是对道的领悟，比老妖们厉害多了。3个老妖被镇住了，他们没想到彩云仙子还活着，更没想到她会突然出现。彩云仙子和老妖们展开激烈对抗，天地秩序的力量碰撞的厉害，场面震撼无法。江云赶紧传音让他进大队镇稳里，不然他一个人根本扛不住3个老妖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势已去的时候，彩云仙子不惜耗尽自己的寿元，只为救姜太虚。她颤抖着进入化龙池，将姜太虚紧紧抱在怀里，泪如雨下，喃喃自语道：太虚哥，你一定要活过来。彩云仙子将自己体内的神元源源不断地注入姜太虚体内，化龙池被神光照亮。旁边的姜家老人们劝她不要如此，但彩云仙子已经生机耗尽，她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了。她轻抚姜太虚的脸庞，回忆起4000年前的往事。那时的姜太虚英姿勃发，如今却已老去。就在彩云仙子与3个老妖孽对峙的时候，局势突然急转直下，大地震纹被破，3个老妖孽和13位圣主级人物一起逼了过来，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。彩云仙子挺身而出，独自面对这些强大的敌人，她以身合天地秩序，燃烧神力，试图阻挡他们。然而她终究不是对手，身上被法则力量洞穿，身体破烂不堪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大喝传来，第9大寇江毅手持上古吞天魔冠从天而降，强大的威压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。江毅用半剑极道武器解救了众人，但彩云仙子却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她颤抖着进入化龙池，抱着姜太虚，轻声诉说着自己的遗憾：太虚哥，我来看你了，4000年后我们重逢了，可惜我没有时间了。彩云仙子将全身的精气注入姜太虚体内，她的身体迅速枯败，最终含泪离世。姜太虚在她的怀抱中感知到了这一切，他的眼角流下了一滴晶莹的泪珠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知道姜太虚的潜意识已经苏醒。时间飞逝，姜太虚终于慢慢复苏。他睁开双眼，发出一声悲痛的怒吼，震动了整个神城。他双手托起彩云仙子的躯体，仰天长啸。这一刻，他仿佛在向世界宣告，他回来了。姜太虚的悲吼声震天动地，仿佛撕裂了整个夜空。4000年的岁月带走了英雄的青春，也带走了红颜的容颜，只剩下无尽的哀伤。他的身体虽然早已干枯，但干瘪的眼角却流下了晶莹的泪珠。他静静地抱着彩云仙子冰冷的尸体，仿佛时间都为这一刻凝固。彩云仙子，这位曾经的绝代佳人，为了救她不惜耗尽自己的寿元，最终香消玉殒。她曾留下遗言，希望用白布遮住自己的尸体，不想让姜太虚看到她老去的样子。姜太虚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遗憾和愧疚，他喃喃自语：在我眼中，你从未改变，永远是4000年前的你。就在这时，姜太虚突然仰天长啸，无尽的天地精气疯狂地向他涌来，汇聚在他的身体周围。他的双手大放光芒，将这些精气注入彩云仙子的身体中。奇迹发生了，彩云仙子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，皱纹消失，皮肤变得光滑，头发重新变得乌黑浓密。姜太虚用神术唤醒了他的肉身，让他恢复了青春时的模样。我向上天为你夺来不老的容颜。姜太虚的声音如同雷霆，震撼了整个神城。彩云仙子仿佛重新回到了4000年前，她的身体恢复了活力，但她的神魂却已不在。姜太虚将她轻轻放入化龙池中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哀伤。神王宗祖，请节哀，不要伤了自己。周围的人都为姜太虚担心，他刚刚复苏就施展了如此逆天的神术，让人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。然而姜太虚并没有沉浸在悲伤中太久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昂首向天，大声宣告：既然我已经复生，就是老天也不能再将我收。他的眼神凌厉无比，充满了强大的自信。就在这时，3个老妖孽和13位圣主级人物再次发起了攻击，他们试图封印这片空间，隔绝姜太虚所需的精气。但姜太虚已经恢复了神王体质，他大喝一声：神王再生术！无数灵气贯体，他的身体不断闪烁着神光，仿佛拥有了不死之身。姜太虚却借来了漫天星力，将自己淹没在一片璀璨之中。圣主们惊呼，因为神城已经被极道武器镇压，与外界隔绝。按理说姜太虚不可能借到诸天星力，然而他却通过恒宇神炉勾动了大道，夺来了星力。3位老妖孽和圣主们再次联手，试图封锁虚空，夺取姜太虚手中的上古吞天魔冠。他们知道，只有半剑极道武器在手，才有可能对抗姜太虚。姜家的姜云迅速传音，让几位老人取出神元，为姜太虚恢复提供助力。神元破碎，化作神芒涌入姜太虚体内，他的身体逐渐恢复活力。恒宇炉与另一件大地圣兵不断对峙，极道神威压迫下来，
但都被吞天魔冠阻挡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姜太虚的恢复越来越顺利，他的身体逐渐晶莹，不再干枯，浓密的黑发如瀑布般披散。半个时辰后，他彻底复苏，神王再生术完成，他再次拥有了巅峰状态。姜太虚猛地睁开双眼，2道冷电撕裂虚空，他一步迈出，手持吞天魔冠，独自面对3个老妖孽和13位圣主级人物。他白衣胜雪，风神如玉，完全恢复了4000年前的英姿。这一刻，姜太虚不再是那个迟暮的英雄，而是那个曾经纵横天下的神王。所有人都被他的气势所震撼，老妖孽们颤抖，圣主们心惊肉跳。我们这么多人，难道还杀不死一个神王吗？一位圣主级人物大喝，试图联合所有人出手。然而姜太虚平静而从容，他几乎一步就冲进了人群中，空间在他脚下崩碎。他发动无差别攻击，目标直指所有人。这一刻，他展现出绝代神王的威严，面对众多高手依然怡然不惧，君临天下。整个神城都被震动了，浩瀚的威压让所有人都感到战栗。姜太虚的神威盖世，他独自一人杀入一群绝顶高手之中，却如入无人之境，无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。他在粉碎的虚空中迈步，所向披靡，轻松地将3名圣主人物打飞了出去。一个老妖孽出手，神势如海，化作一片血色汪洋，汹涌澎湃地攻击姜太虚。然而姜太虚无惧，他只手遮天，一巴掌拍了下去，以肉身硬汉这种蕴含法则的神念之力。只听啪嚓一声，绝代神王一击，大手破灭了法则之力，将血色汪洋打得4分5裂，崩散在虚空中。老妖孽一声大叫，翻着跟头倒飞了出去，心中生出一股寒意。13位圣主级人物中有人大喝：灭杀神王在即，我们联手足以毙掉他。姜太虚白衣猎猎，英姿伟岸，眸子比星空还要深邃，他没有任何表情，看不出心伤，也见不到愤怒。他无喜无忧，衣不染尘，神威凛凛，龙行于世，整个人像是有一层神圣光彩，举手投足莫不显出绝代高手的风范。刚才开口喝吼的人遭遇神王隔空一击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被打得倒飞了出去。神王的战力惊世，如此手段将所有人都镇住了，没有人不心寒。长时间下去，在场的人恐怕都要饮恨。莫慌，稳住阵脚，他一个人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一名老妖孽大喝。13位大能再加上3个老妖孽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方雄主，可以睥睨天下，都是当今的绝顶人物。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能联合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的身份太超然了，是这片大地上的主人，不说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也差不多了。可是如今却破天荒地联合在了一起，堪称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这个世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抗衡。然而他们却并没有那种打破苍穹，斩灭一切阻挡的信心，对面的神王太强大了，让他们生出了不好的预感。杀！13位圣主级人物中有6、7人一起冲了上来，3位老妖运转强大的神念，准备在旁放冷箭，欲杀掉神王。可是姜太虚的强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，他所过之处虚空必粉碎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。他避过6、7位圣主的联手一击，瞬间冲到一位大能的近前，挥动拳头打穿虚空，击向这位大能的胸口。此人最为虚弱，早先姜太虚第一次复苏时，双目中射出2道神芒，曾将其头颅洞穿，险些将他击毙。这位大能一度失去了战斗力，虽然经过长时间的疗治，已经恢复了大半实力，但却已经元气大伤。此刻姜太虚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他浑身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，感觉到了极大的危险，转身就退。他迅如鬼魅，像是一缕青烟一样，近乎缥缈，身体不可捉摸。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姜太虚像行走于粉碎的虚空中，他撕裂了天地，一下子就到了眼前。这是骇人听闻的手段，不是穿越虚空的秘术，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，没有一点烟火气，非常自然的出手，真的像是神之降临，俯视大地，睥睨苍生，出行人世间根本没有什么敌手。姜太虚大手拍出，嗡的一声轻颤，出手的力道似乎并不是很大，但一下子将虚空按得塌陷了下去。这位圣主级人物大叫，他发现己身像是被烙印在了虚空中，像是一张画卷一样被钉在了墙上，一动都不能动了。无边的杀意如星河倒泻，全都在打到了他的身上，让他内心生出无尽的恐惧。死亡之音响起，这位圣主级人物被姜太虚的大手拍得4分5裂，冲起一大片血花。而后他裂开的肉身发出一声轻响，化成一片血泥，彻底形神俱灭。所有人都被镇住了，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，一位绝顶人物就这样被打死了，成为了历史云烟。这极其摄人，要知道在场的人都是大能，俯视苍茫大地，傲行人世间，能有多少强者可与他们争锋？然而眼前这一切却是如此的可怕，强大如他们也照样抵不住绝代神王一击，一下子就被打成了飞灰。无需忧惧，此人早已身受重伤，失去了战斗力，我等不会如此不堪一击。这些人都心智坚定，没有一个软茬子，皆是非凡之辈，雄势一方，自然不会就此放弃。
在这一刻，12位圣主级人物退到了一起，合力出手，打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击。轰！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恐怖威能，全神城的人都感觉到了，像是有一个绝世魔渊被打开了，吞噬整片天地。神城内所有人都被惊住了，浑身都在冒冷汗。抛开极道圣兵不论，这样的神威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未曾听闻过了。所有人都惊悚，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，被这样的气息笼罩，让人一下子与末日毁灭联想到了一起，骇人心神。化龙池前方，虚空就像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，被轻易扯碎。千道神力，万重道力，浩瀚冲击。姜太虚白衣飘动，风姿绝世，他独立虚空间，在身前轻轻一划，隔断了苍穹。诸多绝顶人物吃惊地发现，这足以横扫天下的惊世一击根本不能破镜。姜太虚明明看起来就站在不远处，然而给人的感觉却像是隔着一片天地，无尽的遥远。12位圣主级人物打出的神力已经沸腾，像是汪洋在汹涌，惊涛崩云，骇浪裂空。可是这些神力冲进姜太虚时，全都没入他前方断裂的虚空中，仿若冲入了无底深渊，一下子失去了踪影。隔断苍穹，这是一种逆天的手段，任你法力滔天，神术无尽，可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，全都被引导进另一片天地中，根本打不到姜神王一根毫毛。杀！12位大能毕竟都是非常人，同时喝出一个杀字，12片小天地浮现，极其神秘，有的如花香鸟语般的净土，有的似阴暗无光的冥界，有的像七彩琉璃世界，有的仿若无边血色炼狱。12位圣主级人物联手，各自演化出一个小世界，试图以道补天地，填补姜太虚断裂的苍穹，将他的神术击溃。这些小世界中布满了神秘纹络，仿佛在开天辟地，演化出诸天大世界。12圣主的法则交织在一起，发出宏大的天音，震撼了整个神城，仿佛远古的回响。然而姜太虚却在瞬间洞穿了虚空，彻底消失在12位绝顶高手的感知中。12位圣主虽然强大，但毕竟不是一体，面对绝代高手，他们的联手也显得有些生硬。突然，姜太虚头顶上古吞天魔冠，脚踏五色道纹，直接出现在12位大能中间。他一拳打出，轰向3位圣主，霸道无比，是绝顶人物如草芥。这一拳直接将3位圣主轰飞，其中一人更是重伤，几乎不能站立。姜太虚的神威让所有人都感到悚然。他头顶吞天魔冠，粉碎虚空，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冰冷无情地覆盖而下。又一位圣主级人物在他大手之下形神俱灭，化为齑粉。这一刻，姜太虚的无敌风采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。然而姜太虚的心中却充满了悲凉。他转头望向化龙池中永世的彩云仙子，眼中满是无尽的哀伤。纵然他盖世无敌，红颜知己却已离他而去，他回天无力，心中悲痛欲绝。就在这时，3个老妖孽突然出手，展开了最为恐怖的袭杀。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，终于寻到了这唯一的破绽。3道神念如3片汪洋，扑灭一切阻挡，瞬间打到了眼前。这是无上的精神威压，是大道的体现，让神城都站立了起来。姜太虚早已洞悉这一切，他黑发乱舞，眸子中射出2道璀璨的神芒，迎上了正中的老妖孽。他的左右双手划出大道的轨迹，分别迎上另外2名老妖孽。悬在他头上的上古吞天魔冠抖动，垂落下成千成万道瑞彩，将11位圣主级人物挡住，隔绝在一旁。姜太虚的2只大手出现神秘纹络，浮现出道的印记，与2位老妖孽的最强神念法则打在一起，发出雷霆之音。他以双手将2个绝世妖孽的恐怖神念生生拍散，将他们打得大口咳血，倒飞了出去。而正中的绝世妖孽则与姜太虚的惊世神念撞在了一起，两者间像是有数以万计的大星陨落，发出千万道恐怖的光芒。最终绝世老妖孽的身体4分5裂，头颅被姜太虚的神念洞穿，化为灰烬。姜太虚抬手一抹，神华如潮水汹涌而出，将整片天地净化，因灵气消失，老妖孽彻底灭亡。姜太虚神念也如此强大。另外2位老妖孽无比骇然，心神欲裂，不断倒退。他们服食阴冥草，神识得到了滋润，壮大到了难以想象的境地，却依然不敌姜太虚。姜太虚白衣胜雪，风神如玉，容貌与4000年前一样，但双眸中却有着无尽的哀伤。他头顶上古吞天魔冠，扫视所有人，一步一步向前逼去。11位圣主级人物，2名绝世老妖孽，全都不由自主倒退。这就是绝代神王的无敌风采。昔日他纵横东荒，号称5000年来战力第一，纵然消失了4000多年，也没有人忘记。如今绝代神王复生归来，他更加强大，让诸多圣主与2位绝世妖孽都心生恐惧。一个人独对一群绝顶高手，却如入无人之境，惊得这片大地上的雄主不断倒退。神王出世，复生归来，绝代出尘，谁与争锋？